男人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双手正在消失，吓得立刻跳了起来。然后他看到床上还躺着另一个自己，这又让他吓了一大跳。他感到非常困惑和害怕。突然在玻璃反射中看到一个女人，这一幕几乎把他吓坏了。他急忙大声呼救医生，旁边的护士觉得他太吵，就想指一下，他的嘴巴立刻被封住。这个女人名叫巨莲，她是来自阴间的使者，专门帮助那些想结束自己生命的人，用各种方法让他们放弃自杀的念头。她还有一个宿敌，就是这位一出现，屏幕弹幕全是老公的那个男人，他叫朴崇吉，负责引导死者灵魂的人。但他并不是我们的主角，我们的主角就是之前在医院的崔俊雄。俊雄之所以灵魂出窍，还得从白天的面试说起。他看到面试官对他的赞扬，感觉这次面试肯定能成功，一走出公司就急忙给妈妈报喜，告诉她这次肯定能被录用。开面馆的妈妈听了非常高兴，高兴到给所有客人免单。突然他注意到公司的名字是卓氏企业，转头的一瞬间，突然想起刚才面试的一个名字，手里的咖啡突然不那么香了。他这才意识到，原来和他竞争的是老板的女儿。这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打开一看是卓氏企业发来的面试结果，显然他没有通过面试，这让他非常生气，因为他已经试过很多公司了，每次都是以失败结束。晚上他约了朋友喝酒，突然妈妈打来电话，他二话没说拿起手机就走。他一个人走到了天桥上，这时妈妈又打了过来，他还是没接。想到白天妈妈那开心的样子，他不忍心告诉妈妈自己没通过面试。失业带来的焦虑让他对生活感到很失望。突然看到一个流浪汉面无表情地走到天桥边，他马上感觉到事情不对，他想上前救人，但又担心会被牵连进去，最后决定还是离开。就在那位大叔准备跳下去的时候，有人把他抱了下来，那个人就是刚才走掉的俊雄。善良的他还是决定回来救人，但那位大叔依然想结束生命。两人在拉扯的过程中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那是地狱使者巨莲。他这次的任务目标就是那位大叔。被推开的俊雄很不高兴，两人争论的时候，大叔趁机翻过栏杆，俊雄见状急忙上前阻止，不小心两人一起掉了下去。巨烈看到后觉得真麻烦，干脆跳进河里。河中的俊雄看到一个女人驶向他，等俊雄醒来时，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活着，这让他非常高兴。下一刻发现自己已经灵魂出窍了。巨莲告诉他他还活着，但得3年后才能苏醒，因为自己工作上的失误，没办法，只能暂时寄存他的肉身，然后带他前往地府的直属机构走马灯。看着那华丽的装潢，难以想象死后还能有这样的生活。带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请教玉皇大帝应该如何裁决。突然有人给他递了瓶爽歪歪，他急忙表示感谢。玉皇大帝一时间懵了，在走马灯竟然还有人不认识我。俊雄问他玉皇大帝是否长着一双长脚，并用硫磺火取暖。玉皇大帝叫他别说话，然后就走了。往台阶上一跃便回了真身。俊雄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简直是威严的化身，吓得俊雄把奶都吐出来了。玉皇大帝知道他心地善良，并且是由于阴间使者的错误导致他昏迷3年，给了他2个选择。第一个是继续昏迷，3年后才能苏醒；第二个是在走马灯公司工作3个月，6个月后便可苏醒，这也会改变他未来的命运。玉皇大帝心中想，他肯定不会拒绝这么好的机会。他觉得在这里工作简直比死还难受，还不如好好享受这3年。没办法了，玉皇大帝只能把他的灵魂送回肉体。回到阳间，他感受到母亲因他昏迷而倒在病床上的痛苦，他撕心裂肺的呼救，但没人能听见他的声音。玉皇大帝再度将他的魂魄带回走马灯，这次是为了妈妈，他决定接受。然后他们带他进入聚炼阵，让俊雄成为他们的一员。尽管他们并不愿意带着这个半人半魂的家伙，但也只能这样了。很快他们就接到了第1项任务，任务是救出一个极度抑郁的女孩。这时一个女孩在人群中被撞倒，突然一辆失控的摩托车飞驰而来，摩托车为了避开行人不慎摔倒，摩托车因惯性向女孩冲去，时间突然停止了，让俊雄感受到了地狱使者的力量。只见巨炼一步步接近那女孩，轻轻一个手势，接着是响指，时间又恢复了流动，摩托车偏离了方向。而这位女孩正是他们的任务目标，她的名字叫恩菲。她从小就遭到同学的排斥，甚至被恶意欺负。毕业后她成为了漫画家，这次的漫画主题是关于校园霸凌，这唤起了她的不愉快回忆。甚至她一直被一个声音折磨，那就是圆珠笔的点击声。因为校霸曾经告诉她，每当听到圆珠笔声她就得笑。这一次在课堂上，校霸点击了圆珠笔，
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很不愉快。他最好的朋友建议他去告诉班主任，但被校霸发现了。他告诉恩菲，如果他同意，以后就不再欺负他了，但暗指的是要欺负他的好友。此刻恩菲犹豫不决，看到闺蜜被拉走，她立刻冲上去，拿着圆珠笔善良地说是自己的错，请求对方放过她。的闺蜜仿佛这是命中注定。在她工作期间，又遇到了曾经欺负她的那个女生，紧张和不安再次充斥她的心头。巨恋也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，他拿出玉皇大帝给的记忆药，趁恩菲睡着时潜入她的梦中。同事们看到了她悲惨的过去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发现恩菲的抑郁程度达到了 92%， 这意味着她有自杀倾向。果不其然，在天台找到了打算自杀的恩菲，但巨恋没有阻止她，反而用言语刺激她，敦促她去自杀，因为只有经历死亡，她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。这时恩菲的抑郁指数达到了100，此刻她已经站在阳台上，转身对巨恋说，她也想要快乐的活着，但她的微笑在别人眼里总是错误的。这么多年，无论多努力，总感觉自己活得很失败。说完，她跳了下去。在下落中，她回想了自己的一生，记起第一次找到工作的心情，和同事们开心的聊天，甚至还想到了未实现的旅行梦。突然有只手抓住了她，原来是巨恋跳下来救她。落地之后，巨恋告诉她要学会反击生活的不公，错的是他们不是你，所以你要振作起来，不要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说完，他去找那个施暴者，让校霸向恩菲道歉。他死性不改，怎么可能会愿意呢？巨恋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，然后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按在墙上，接着把他甩进一个梦境。在那个梦境里，他完整体验了恩菲被欺凌的过程，这可能是对他最好的报复。得知同学有自杀倾向后，作为阴间使者的他怎能置之不理？但同学开门后却认不出他，因为在同学眼中他的样子是这样的。原来从他成为阴间使者那一刻起，他就有了新的面孔和身份。同学以为是流氓在骚扰，就把他赶出了门。他还在外面不断敲门，没办法，同学只好报了警，举报他私闯民宅。回到警局，俊雄一遍又一遍地说明自己的身份，可警察查出来的信息是这样的，跟他的长相完全不符，还警告他冒用他人身份会受处罚。这时林代表走了过来，向警察递了一张身份证，一对比发现，这才是他本人的身份证信息。就这样，他终于被放了出来。他回来后非常担心同学会自杀，因为在学生时代，他们是那种铁哥们，一起挨过揍的那种。俊雄问巨恋现在该怎么办，巨恋告诉他，同学想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通过公务员考试，每年复读却总是徒劳，压力大到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这时俊雄想起同学每次累的时候总说怀念6岁那年跟爸爸一起吃的炸鸡。俊雄觉得炸鸡能激发他的斗志，但林代表告诉他，作为地狱的使者，他们无法回到过去，这个方法直接被否定了。林代表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就是扮成教父去找南宫同学，告诉他们是来传递美好的意愿。结果俊雄看了看，觉得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传教。于是俊雄用手机给南宫发了条信息，发了一些鼓励的话。南宫一看，直接冲出了门，他们紧跟其后，但跑着跑着就把南宫跟丢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各自行动。很快俊雄发现南宫来到了医院，看到昔日好友躺在那里，南宫很难过，他怀疑那条信息不是俊雄发的。俊雄想过去安慰南宫，随着他靠近，医院里的俊雄突然抽搐起来。南宫看到后急忙冲进病房，外面的俊雄也非常难受，幸好医院来了收亡灵的补充剂，感冒把他推到一边，远离了真身，这样才保住了性命。离开医院后，他又找到了南宫，甚至抢了人家的啤酒，但南宫看到的还是一个油腻的大叔脸，便问他为什么总是纠缠不清。俊雄像往常一样把吸管插进啤酒里。南宫看到大叔和好友有相同习惯，慢慢放下戒心，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。他沉迷学习到几乎忘了吃和睡，但最终一切都白费了，这让他崩溃，甚至想到了死亡。看到南宫这么痛苦，他却无计可施。最后南宫突然说想吃炸鸡，看到南宫的抑郁指数高达85，感觉再也不能等待了。他询问俊雄那炸鸡是哪一年的，俊雄告诉他是20年前的。于是剧烈去找玉皇大帝，借了一辆能穿越时空的车。玉皇大帝起初很抗拒，但当听说是为了找炸鸡，不知怎的他居然同意了。他们来到了地下车库，俊雄看到那么多豪车非常激动，这让他非常兴奋，但巨恋最后选择了一辆不起眼的小红车，这让俊雄抱怨了一阵。他们驾车回到20年前去找炸鸡。那天是一个男孩6岁的生日，他的父亲高兴地送他去学校，
但老师告诉他父亲该交学费了。父亲看了儿子一眼，显得有些尴尬。男孩就这样被赶下了校车。男孩大哭起来，他闹着非要去上学。父亲蹲下来安慰他，晚上就买他最爱的炸鸡。男孩这才露出笑容。之后他陪父亲在街边卖袜子，尽管父亲努力叫卖，但还是没人买。父亲便从车里拿出简历，告诉儿子自己去打个电话，如果城管来了就说爸爸很快回来。男孩乖乖点头。看着男孩的父亲走远，巨恋和俊雄这才敢从车里出来。他们穿越来到了20年后，他们的目的是救这个小男孩，因为20年后的今天，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。唯一能让他重拾希望的，可能是他6岁时父亲买的炸鸡。所以他们只能穿越回20年前，去找那个炸鸡来救未来的他。男孩以为他们是来买袜子的，就开始介绍价格。没想到俊雄突然叫出了男孩的名字南宫。男孩立刻反应过来，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。他赶紧否认自己没说过，因为他们是从未来来的，不能在这里留下任何痕迹，否则他们就会被困在这里。俊雄快速转移话题，问他最喜欢的炸鸡店在哪，只要他能说出是哪家炸鸡，他们就能完成任务。但南宫也不确定是哪家，他只知道是爸爸买的。在另一边，爸爸正在给之前面试的公司打电话，但没有一家公司录用他。他们随后驱车前往医院。巨恋看到了南宫，为妻子的医药费发愁。南宫在病房陪伴着重病的妈妈，妈妈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，未能为她做饭而感到抱歉。南宫开心地说，爸爸今天会买他最爱的炸鸡。这时爸爸走进来了，妈妈知道医药费很贵，于是谎称自己病好了。爸爸握着他的手安慰他，告诉他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让他为了儿子好好在医院养病。他们刚走出医院，突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。爸爸急忙把南宫抱进车里，然后开始整理湿透的袜子。搞定这些事后，却发现南宫不见了，跑到车的另一边去找，这才看到南宫在雨中捡袜子。他知道这些袜子能卖钱救妈妈。当他们回到租来的房子，房东因为他们没交房租，把他们的东西全扔了出来，这让爸爸感到非常绝望。南宫看到他喜欢的漫画书也被扔在外面，伤心的南宫哭了起来。面对儿子的学费和妻子昂贵的医药费，所有的压力都落在了他身上。这就是中年男人的困境。他蹲下来对南宫说，一会儿他会把他送到妈妈所在的医院，爸爸要去买，一会儿带炸鸡回来。其实这是爸爸第一次对他撒谎。俊雄听说要去买炸鸡，赶紧叫巨恋紧跟那辆车。爸爸开车向医院驶去，南宫一个人跑向医院。爸爸不忍心看着儿子，但为了儿子，也为了妻子的医药费，他必须这么做。与此同时，在20年后的世界，林代表注意到南宫的抑郁症状在急速恶化。突然南宫直奔马路中央，想要自杀，幸好车及时刹停。林代表赶紧把他拉到路边，努力劝他不要做傻事，而南宫却说。这时他的父亲突然加快了车速，他们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。巨恋很快的想起了白天在车上看到的那份生命保险，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于是他们把车开到南宫贤的车边上，俊雄大声喊着让他停下来，但南宫贤好像根本听不见。这时候他们看到十字路口冲来一辆大卡车，按这速度来看，南宫贤显然是想要制造一场车祸。巨恋让俊雄紧紧抓住方向盘，踩下油门，将车停在南宫父亲的车前。看着危险逼近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巨恋不得不用异能把时间停下来，这样才避开了一场灾难。俊雄把他从车里拉了出来，但南宫贤仍然固执的想要结束生命。巨恋给了他一个耳光，让他清醒。冷静下来后，南宫贤讲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是他的公司破产了，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。他觉得只有通过自己的死亡才能让妻儿得到保险金，这样妻子才有钱治病，儿子才能吃上炸鸡。巨恋告诉他，你以为你死了，你的家人就能幸福的活下去吗？但他觉得现在只有这条路可走，因为时间紧迫，他们必须赶紧找到炸鸡。于是俊雄上前告诉他自己这就去买炸鸡，让他好好想想如何继续生活。他们便在大街上寻找炸鸡店，但所有炸鸡店都关门了。突然他们看到前面还有一家店开着，原来是走马灯炸鸡店。或许这一切都早有天命。巨恋这才想起自己当初提议去炸鸡店，难怪玉皇大帝那么爽快就答应了。但他们一走进店里，店里却一个人也没有，只留下了准备好的炸鸡材料。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动手做。巨恋开始剁老母鸡，俊雄则在一旁负责炸鸡。忙活了10几分钟，2份炸鸡终于做好了。这时俊雄找来了2套衣服，尽管巨恋不太情愿，还是穿上了唐老鸭的服装，
一本正经地庆祝南宫的生日。俊雄也把炸鸡递给了南宫。与此同时，20年后的南宫又一次爬上天台想自杀，幸好林代表及时阻止了他。这时俊雄和巨恋也带着炸鸡从20年前穿越回来。南宫看着炸鸡上的便签，回想起父亲当年的话，意识到世上真没有绝境，只有面对绝境的人。南宫开始大口吃起炸鸡。林代表发现他不再有自杀念头，但吃着吃着却哭了。俊雄问他为什么突然哭泣，原来是因为炸鸡实在太难吃。俊雄自己也尝了一口。巨恋看着这不堪入口的炸鸡，忍不住又重重地打了一拳。那人求巨恋饶命，但巨恋告诉他他已无路可走，随后又是猛烈的一脚，告诉他一定送他下地狱。紧接着又是重重一脚。原来巨恋是阴间的使者，他曾是引渡组的一员，突然收到了组长朴崇吉的来电。之后他们一起上了天台。朴崇吉向他透露，很快会有一个需要引渡的亡灵。这时一名男子走上天台，原来这个人想自杀。朴崇吉对他说，等这个男人跳下去后，就将他的灵魂带回地府。男人跳楼的瞬间，有只手抓住了他，这是巨恋的手。他不忍心眼看一条生命消逝，他努力地试图把男人拉回来，但朴崇吉却叫他放手。那男人此刻已不想死，他恳求巨恋救他。情形就是这样，本可以救的一个人，却就这样死在了他的面前。巨恋非常不满朴崇吉的做法，从此两人成了对头。巨恋后来单独组建了一个团队，专门救助那些濒死的人，而朴崇吉则继续引渡那些已故之人的灵魂。某天他的组员俊雄被女鬼骚扰，但旁人只看到他一个人在那儿胡乱舞动。女鬼还透露了他的来意，他叫奈英，因为前一天的车祸去世。看着男友悲伤的样子，他想去安慰他，却直接穿过了男友的身体。就在引渡组的人来引渡他时，他希望能和男友告别一下，但朴崇吉对此毫不理会。他被带到走马灯公司接受审判时，偶然看到了巨恋他们。那英听说了，他们是个专门阻止自杀的团队，他觉得他们能帮他结束新的恋情，于是趁他们不在意时逃了出来。善良的俊雄听了他的遭遇，就把他带到了巨恋那里，但巨恋只帮助活人，死人应由引渡组管理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正要给朴崇吉打电话时，突然接到一个新任务。这个男子的负面情绪急剧增加，他们明白那英不去阴间全因他。原来那英的男友无法接受她的去世，他吞下大量安眠药试图自杀，幸好被及时救回，但他依旧拒食寻死。那英希望能见他一面，这或许能激发他的生存意志。巨恋也感到犹豫，这么做就是与引渡组为敌。就在这时，引渡组的人找上门来，那英一看就吓得逃了。他们询问巨恋是否看到了平板上的女鬼，巨恋说看到了，但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逃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组长朴崇吉走了过来。巨恋不想隐瞒，直说那英与自己要救的人紧密相关，所以暂时不能交给他们。朴崇吉听后非常生气，严厉警告巨恋，如果继续妨碍他们的工作，就别怪他们不客气。说完，他带着手下去寻找那英的灵魂。与此同时，那英和男友一起搬进了出租屋。此时门外的引渡组成员也锁定了这个位置。黄大帝对巨烈说，你在人间随意使用法力，阻止了一场原本会发生的车祸，这打乱了人间的秩序，因此决定禁止你1周内使用法力。第二天，他们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，任务是去救一个想要自杀的人。于是巨烈伪装成医生去找那个男人，在他口袋里确实找到了安眠药。男人坦言是他导致了女友的死亡，这个秘密每天都在折磨他。原来他女友是死于车祸，但巨恋不这么看。为了弄清楚真相，他们找到了那个男人死去的女友的灵魂，没想到却碰到了死对头过来抢夺蛊虫。由于巨恋被禁止使用法力，他们只能选择逃跑，留下林代表来挡住对方。幸好林代表法力高强，早已死去，几个回合后就把对方打败了。在车上，巨恋问女鬼，为什么你的男友觉得是他害死了你？女鬼透露了真相，原来她的男友一出生，她母亲就去世了，所以每年生日那天，他父亲都对他特别恨，感觉他是害死妻子的凶手，无法接受妻子的离世，他父亲也选择了自杀，只留下他一个人。幸运的是他的大伯出现了，大伯把他带回了家，看到那豪华的儿童房，他简直不敢相信以后会住在这里。吃饭时，大伯一家3口都会主动给他夹菜，这让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家的温暖，并且他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日。很快有阵长大了，但不幸的是，他的大伯一家3口遭遇了车祸，永远的离开了他。自此他再次成为了孤儿，他
他看着照片中的全家福，感觉好像是自己害死了大伯一家，于是他抓起一把刀，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突然他听到广播中传来的歌曲，歌词仿佛专为他而写，这首歌治愈了他的心灵，让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，因此他决定走上音乐之路。不久之后，他遇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女孩，她就是那位已故的女鬼内因。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。有一天，他们一起在路上驰骋，因为前车司机打盹，他们遭遇了车祸，结果内因去世了，他却活了下来。内因的父母也责怪他，说他是害死他们女儿的人。一次又一次失去亲人的痛苦，让他觉得自己是个不祥的人。这时候，巨恋带着内因的灵魂来到了医院，却发现有镇不在病房里。当他们在寻找有镇的时候，引渡组的普冲机突然出现了，失去法力的巨恋只能带着大家逃跑，但他们怎么也逃不出蒲仲吉的掌控。当他们终于逃出医院，却发现内因的灵魂不见了。这时内因已经被蒲仲吉围困，就在他准备把内因带往阴间的时候，林代表突然出现了。为了争取时间给巨恋，他不得不与蒲仲吉对抗，但他怎能是蒲仲吉的对手呢？几个回合内就把他打得无力还击。就在这时，巨恋突然出现，为了救有正一命，他别无选择，只得和蒲仲吉签下了2小时合约。签了这合约，连玉皇大帝也不能干预，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2小时里得听从蒲仲吉的指令，否则就会灰飞烟灭。此刻的有正正站在医院的高处，幸好巨恋及时赶到，尽管巨恋怎么劝，他还是觉得自己害死了女友。这时巨恋也揭露了真相，原来那次车祸，奈因故意把方向盘往他那边扭，这才救了他一命。知道真相后，他觉得自己不配奈因为他做的牺牲，一时冲动跳了下去。幸亏巨恋及时把他拉住，为了给他继续生活的勇气，巨恋冒险使用了法力，让他再次见到了奈因。奈因告诉他，他的死和他无关，让他为了他好好活下去。在奈因的开导下，有正终于解开了心结。巨恋发现有正放下了自杀念头，但因为违规使用法力，巨恋自己也力竭倒下。几天后，有正不再消沉，带着奈因的爱和希望，唱出了世间的美好。这位老人明天本该离世，却选择了今天结束生命。与此同时，玉皇大帝那边也得知了老人的自杀，因为老人年轻时是国家的英雄，于是派巨恋去调查老人自杀的原因，顺便实现他临终前的心愿。时间紧迫，按照指示的地址，他们到了老人家，却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，房间里乱七八糟，决定先帮老人整理下屋子。一个整洁的环境能让人心情好转。找不到扫把，他们又不愿意出去买，没别的办法，新来的俊雄只好去跑腿。俊雄买完东西正要离开小卖部，碰巧一个捡废品的老人路过。俊雄不屑地看着这位老人，心想这怎么教育孩子。好心的俊雄立刻上前帮忙推车，老人却拒绝了他的帮助。这时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就是那位自杀的老人吗？俊雄主动帮忙拉车，很快发现老人的住处已经被拆，好奇地问为什么他不搬走。老人说他一生都住在这，不想离开。这时几个地痞突然闯进来，原来他们来催老人快点搬家，他们还对老人进行了推搡。俊雄看不过眼，决定出手帮忙，于是和他们发生了冲突。当他们返回时，俊雄已经满脸是血。巨恋很快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。老人问他们是谁，武林超生随口回答了一句。老人听了很是吃惊，对俊雄的出现感到警觉。这时林再次告诉老人，他明天就会离世。话一出口，老人显得有点慌，原来是劳累太久得了急性病，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。巨恋陪老人回到房间，询问他还想做些什么，说可以帮他实现愿望。这时老人吐露了想自杀的原因，他看到隔壁邻居死后，尸体长时间未被发现才腐烂，所以他想找个角落悄然离世，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离开这世界。巨恋问他最后一天不想意义非凡地度过吗？老人回答，他想按原样度过最后一天。于是他们陪老人去捡垃圾，没想到有人开车来跟他们争垃圾。几十分钟过去，老人终于找到许多空酒瓶和纸盒，还说最后一天运气真好。说完就开始捡垃圾，他们也蹲下来帮忙。老人提醒不要弄脏手。巨恋说垃圾虽然脏，有的人比垃圾还要脏。很快他们装满了一大车，带到废品回收站卖掉，但老板故意少给了老人一些钱。巨恋正要上前理论，却被老人拦住。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递给了老板，原来他知道老板家境也不好，想在最后一天帮帮他。之后他们推着车回去了。很快天色已晚，他们坐在大树下，老人谈及他深感后悔的一个决定，否则他也许不会终身单身。回到1950年，他决心前往战场保卫家国。
母亲自然是万分担忧，因为担心他受伤，母亲劝他不要去，但他坚称保护祖国是青年的责任。临走前，他向母亲磕了一个头，这一去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战争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，四周弥漫着尸体腐臭和尘土的味道，目睹一位又一位战友倒在自己身旁，这让他无法再对任何人产生感情。直到遇到了一个叫东七的战友，两人打开心扉，谈起了家乡永川。他拿出了和妈妈的合照，说等战争结束就要回家看望妈妈。东七则说自己要多吃点，希望能长高些再去见妈妈。突然间，天空传来轰鸣声，紧接着炮火就在他们身边爆炸，战士们立刻投入了生死肉搏。不幸的是，东七被炸掉了一条腿。永川见状急忙呼喊医生。战争结束后，他急忙去寻找东七。这场战斗让他们损失惨重，他最终在走廊里发现了失去一条腿的东七，他大声呼喊。东七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呼唤永川。东七不解，难道一条腿比生命还重要吗？战争一结束，他便回到了家乡，却发现母亲已经去世，家也被政府拆除了。他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，于是他打算重新开始学业，但他的手不停颤抖，连晚上睡觉时脑海里还是不断回响着战场的惨叫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放弃学业，选择了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。每当他听到敲钉子的声音，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开枪的场景，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。这些都是战场留下的心理创伤，彻底改变了他平常的生活。为了生活下去，他不得不在街头捡拾废弃物，看着别人成双成对。想到自己精神和身体的不稳定，他选择放弃了婚姻。他一直捡废品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听完老人的故事后，大家都为他的一生感到难过。这时，老人突然站了起来，说他要出去走走。老人坐在台阶上，这时巨炼也走了出来，坐在老人旁边，问他在想些什么。老人说，如果当初没参军，可能他的余生会过得幸福，现在剩下的只有后悔和卑微的生活。听着老人的倾诉，巨炼说他有个东西想给老人看，随后一个响指，带老人去到首尔最高的地方，想让他看看自己守护过的国家，告诉他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牺牲，就没有现在的和平。老人看着首尔灿烂的夜景，他再次感受到了自豪。回到台阶时，老人非常感谢巨炼，让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天明白自己的牺牲是值得的。当两人准备返回时，俊雄快乐地跑了过来。原来他把老人寻找东七的事发到了网上，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。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东七，看到东七一家幸福美满的样子，老人感到非常高兴。俊雄告诉老人，东七也一直在找他，感激他当年的救命之恩。为了让老人有尊严地离开，巨炼请求补充以最高礼节送老人走。与此同时，几个小混混又来找老人麻烦。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巨炼刚好从任务中回来，他让俊雄先带老人进去，自己留下来处理这些混混。说完就戴上了死亡手套。他们还嘲讽巨炼，问他多大了。这时老人的病情又加重了，他担心留在外面的巨炼会不会有危险。林代表告诉他，真正有危险的是那些小混混，外面的巨炼轻松的就像在打小孩，一招就放倒一个，不到1分钟就把他们全部打倒了。他们被吓得落荒而逃。老人此时已经难受到几乎说不出话来，虽然他早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但到了这一刻，俊雄还是感到非常难过。他哭着出去透透气，让他先整理一下思绪再进来，不要留下任何遗憾。说完他走了进去。就在这时，朴崇吉帅气地走了过来，看到俊雄这副模样，直接嘲讽他，连最后的时刻都无法面对，还有什么能做的？说完也走了进去，留下俊雄一脸的委屈。朴崇吉走到老人身边，告诉他战争时他们其实已经见过。原来朴崇吉在战争中通过引渡亡灵看到了老人的英勇，想在最后时刻陪他走完这一程。这时门外聚集了数百位阴间使者来送行，连玉皇大帝都亲自前来迎接。玉皇大帝走进房间，温和地看着老人，感激他庇护了无数生命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送他一程。老人平静地离世。老人的灵魂走到门外，看到这么多人来送行，玉皇大帝说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走马灯。在众人默哀中，引渡组带走了他的灵魂，离开人间，进入走马灯。老人变回了年轻时的样子，终于见到了母亲的灵魂，弥补了40多年的遗憾。这一拥抱，他等待了半生。一个200斤的女孩试图变瘦，每天通过催吐来减肥，这样坚持了10几年，从200斤减到了70斤，但她仍觉得不够。她梦想变成一道闪电。饿得难受的晚上，偷吃了一口面包，马上跑到卫生间，把面包吐了出来。她不停减肥的原因，是因为镜子里的自己让她厌恶，这种感觉让她产生了轻生念头。
同时，走马灯也得知了这位女孩想自杀。阎王向玉皇大帝报告，抱怨地狱空间太小，幸好玉皇大帝设立了危机组，专门救助那些有自杀念头的人，帮助阴间减轻工作压力。这一次，玉皇大帝指派菊恋去救助女孩伊娜，于是他们换上伪装，前往女孩所在的公司应聘。在3人的威胁恐吓下，他们成功入职了公司。上班第一天，公司就出现了麻烦，原来是那位胖女孩把展会的时间写错了，领导大声斥责她，还嘲讽她只知道吃，胖得像猪一样，什么事都做不好。丽娜听后决定帮忙询问具体时间，得知活动将在不到1小时后开始，她决定和小胖一起去帮忙。为了接近伊娜，剧恋3人也决定过去。到了展会现场，化妆师说缺一位模特，小胖听后犹豫地说让他来试试。化妆师一看他的身材就直接拒绝了，说怎么也得是展示用的模特。但他的目光突然落在剧恋身上，觉得他非常合适。伊娜也请剧恋帮个忙，为了能靠近伊娜，他答应了。事后要求伊娜请他吃饭，伊娜也爽快地答应了。展会上本就英俊的剧恋，使得活动完美收官。之后他们一起去了餐厅，剧恋注意到伊娜虽然口中连连称赞，手不停地切着牛排，但又把插起的食物放回了盘中。最终她只吃了一小口蘑菇。回去后他们都想不通，明明已经很瘦了，为什么还要减肥呢？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，小胖给伊娜递了一些零食，同时他们也在看伊娜会怎么反应。但伊娜一转身，她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，立刻把零食扔到了地上，还说出了一些难听的话。这一幕被剧恋全都看在眼里。休息时间，他一个人去了咖啡厅，听到别人在讨论他，这些议论让他差点崩溃。一直在追踪他的剧恋3人组，很快就发现他的抑郁指标高达95。晚上公司安排了一个聚餐，领导注意到他既不吃饭也不喝酒，于是提起剧恋，称赞这样的身材才是大家喜欢的。俊雄突然把青菜塞进他嘴里，堵住了他的话。伊娜听到这话后，开始幻想起来，她情绪崩溃，连包也不要就跑了出去。剧恋3人组看到后立刻追了出去，但他们发现他已经不见了。林代表赶紧拿出手机，查到他的抑郁指数已经达到97，意味着他今晚可能会自杀。他们只能分头去找他。这时候俊雄看到了伊娜，他跑过去时人已经跑远了。伊娜很快回到了家，走到了准备好的煤气罐前，他缓缓地打开了煤气开关。这时俊雄根据他身份证上的地址来到了他家门口，幸好在他包里找到了钥匙，他打开门走了进去，及时关闭了煤气阀门。看到伊娜倒在地上，俊雄赶紧抱起她送到医院去，还好把她送去的及时。伊娜终于醒了过来，她醒来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要救我？俊雄问她为什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伊娜渐渐地说出了原因。原来她从小就很胖，同学们嘲笑她身上有猪的味道，没人愿意和她玩。她压力太大，想过自杀，但因为体重问题她一直没能成功。她开始催吐，身体越来越瘦，长时间催吐让她患上了厌食症，一吃东西就会回想起以前的屈辱，她只能把食物吐出来，这让她几乎崩溃。俊雄听完她的故事后，出门去找剧恋帮忙，但剧恋让他自己完成这个任务。起初他对自己没信心，听剧恋说只需做好自己，他决定试一试。他坐在伊娜的病床前，开始讲他妹妹的故事。原来俊雄的妹妹因为升学胖了很多，连买衣服时店主也说没有她的合适，她的男友也因此和她分手了。周围的人也开始嘲笑她，她甚至不吃妈妈做的饭。她妈妈对她说，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呢？无论你多完美，总会有人找理由来诋毁你。这番话最终帮助他妹妹走出了低谷。俊雄对他说，那些伤害你的人其实就是在建立一座监狱，把过去的自己关在里头，而钥匙正握在自己手里。俊雄紧握伊娜的手，告诉她，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，要好好爱护它。听了俊雄的话后，伊娜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她拿起心里的那把钥匙，解救了被囚禁的自己。不久后，她和小胖一边吃蛋糕一边喝奶茶，这让她感到非常开心。据说狗快死前会离家出走，找个地方静静等待死亡。与此同时，序列那边收到自杀警报，危险指数已达到99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时间紧迫，他们只能急忙赶往目的地。突然俊雄看到一个女孩站在路中央，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妹妹，又看了看后面的车，车似乎没有停下的打算。为了救妹妹，他直接翻越栏杆，幸好剧恋和林代表及时用异能救了他们。这时他们发现女孩怀里抱着一只狗，俊雄这才明白妹妹是来救这只狗的，并不是要自杀。妹妹把狗交给剧恋后就回去继续工作了。剧恋告诉大家，
这次的自杀对象其实是这只小狗。谁能想到连狗也会想自杀？俊雄拿出手机查了查地图，地图上显示的位置正是这只小狗。他带着小狗去了咖啡厅。大家都说这是第一次见到想自杀的小狗，要找出小狗自杀的原因，首先得找到狗狗的主人。于是他们决定去附近的宠物店看看，试着通过狗脖子上的标签来查找信息，但都没找到什么线索。他们带着小狗去了兽医那里，兽医告诉他们这只小狗已经13岁了，并提醒他们小狗时日无多。俊雄很生气，觉得肯定是被主人遗弃了。小狗好像听得懂他们的话，对着俊雄狂吠。由于找不到小狗的任何信息，救它变得非常困难。于是他们让俊雄去阴间的影像组看看，不论是人还是动物，快到死亡的时候，阴间的影像组会整理他们一生的影像，这相当于送给他们的最后礼物。俊雄打开了那段视频，看到小狗被人遗弃，曾经受过严重的伤，后来被一个名叫金勋的孩子收养。孩子给小狗起名叫豆豆，豆豆也非常喜欢金勋，金勋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弟那样疼爱他。他们一起玩耍，一起散步。有一次，金勋为了豆豆出了车祸，手臂上留下了一道长疤，这让豆豆非常心疼。后来金勋长大了，而豆豆还是那么小，为了掩饰童年的疤痕，金勋在手臂上纹了个刺青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过得很开心，还一起坐在长椅上看夕阳。直到有一天，豆豆患上了肿瘤，需要进行手术，但他已经13岁了，手术风险很大，不容易保证一切顺利。金勋无法决定，只好和家人商量。不料被豆豆听到了这番对话，豆豆得知了自己的病情，为了不增添家里的负担，他决定离家出走。俊雄听到这里几乎要哭了，便打电话给剧烈，让他上网帮忙找找刺青的主人。林代表果然在网上看到了金勋发出的寻找豆豆的帖子。与此同时，丁勋因为豆豆失踪闷闷不乐，连工作的劲头都没有了。回家后看了看豆豆以前的视频，不由得泪流满面。这时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是剧烈发来的，他们约定了见面的地点。急于见到豆豆，连外套都没穿就冲出了门。他赶到了咖啡店，剧烈问他豆豆离家出走和想自杀的原因。起初他觉得这不可能，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原来那天他对妈妈说，如果豆豆在自己面前死去，自己也无法继续生活。这话恰好被门外的豆豆听到了，为了让主人能好好活下去，把豆豆带到了金勋面前。豆豆看到他还是有些犹豫不前。金勋表达了对他的思念，并告诉豆豆，没有他的这些日子里，我真的觉得很孤单。豆豆似乎能感受到我的心情，然后慢慢的走向我，我也忍不住把豆豆抱紧。我们刚坐下没多久，引渡组的使者就来要带走豆豆的魂魄。林代表请求他等1个小时，使者一开始不太情愿，在我们的坚持和威逼下，他最终还是答应了。剧烈提醒我时间不多了，让我好好陪豆豆走完这最后一段路。俊雄怕豆豆冷，拿出围巾给豆豆。林代表也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的身上。我抱着豆豆离开了咖啡店，我们来到了以前常去的公园。我抱着豆豆回忆起我们的点点滴滴，并告诉他我会坚强的活下去，让他不要担心我。感谢他这些年的陪伴，带给我无数的快乐。看着豆豆慢慢闭上眼睛，我心痛的几乎无法面对现实，但豆豆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了。就这样，豆豆带着对我的思念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阴间使者带着豆豆的灵魂离开，他们来到我们面前，看到豆豆显得不开心。林代表安慰豆豆说，那边有很多好朋友，而我会一边想念你，一边好好的生活。50年后，豆豆仍然不愿意投胎，因为他一直在等我。玉皇大帝告诉他，下辈子可以成为人。这时，一个带刺青的男人走进来，豆豆一看就狂奔过去。原来50年后，我也离开了人世。看着我们亲密无间的样子，玉皇大帝也展现出了微笑。女孩遭到了强暴，她的父亲却说，连他最亲的哥哥也责怪他，为什么要穿那种紧身衣。他不懂为什么家人都在责备他。那天晚上，他本来准备回家，碰巧他哥哥也在同一家餐厅吃饭，他害怕想让哥哥陪他一起回家，但哥哥却拒绝了。没办法，他只能一个人走。突然有只手搭在他肩上，他以为是哥哥，回头一看却是个陌生人。那男人警告他，想活命就别出声。他心里极其害怕，趁男人不注意，他推开他，然后拔腿就跑。男人在后面紧追不放，最终他还是被男人抓住。男人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随后把他拉进一个偏僻的小巷。哥哥还在发信息，问他是否打到车了，但没有得到回复。他以为他已经回家睡了。这时他被拖到小巷里，男人继续对他拳打脚踢，他不停地求饶。就这样，他被拖进厕所，受到侮辱。女孩此刻几乎崩溃，但那男人并没有放过她。他告诉她，想活下去就闭上眼睛数到1000再出来。女孩点头同意。
男人离开厕所后，他开始数数，一直数到683。这时他感觉外面已经没有动静了，他起身准备逃跑，打开门一看，男人还站在外面。女孩又一次被那个男人打了。第二天哥哥回家，却发现妹妹还没回家。他掏出手机，发现昨晚发给妹妹的消息也没回。本以为妹妹在朋友家过夜了，洗完澡出来，看到爸爸站在房间里，爸爸二话不说就扇了他一个耳光，质问他妹妹出事时他在干嘛。他这才知道妹妹昨晚出了事。他赶到医院看望妹妹，追问到底是谁干的。妹妹让哥哥不要报警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。哥哥还大声斥责他为什么不早点回家。妹妹也忍不住爆发了，哥哥紧抓着她的手。这时妹妹误以为哥哥是那个侵犯她的男人，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恐惧。最后他们把那个男人告上了法庭，但那男人家境好，背景强，还是医学院的优等生，最后只被判了2年，还是缓刑。这让女孩再次感到绝望，因为那男人曾警告她，报警就会遭到无休止的报复。这件事在网上迅速传开，网上的评论都在指责她生活作风不检点，说是她的行为招来了麻烦。无休止的指责在她脑海中回响。哥哥不接受法院的判决，拿着牌子在外为妹妹声援。妹妹知道后找到哥哥，她质问哥哥，难道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被侵犯的事吗？还质问他跟那人有啥不同，一次又一次的撕扯自己的心，还狠心让哥哥去死。哥哥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说了声对不起，就独自离开了房间。与此同时，剧烈那边接到了女孩想自杀的消息。奇怪的是，他哥哥也有自杀的念头。时间紧迫，他们分头行动。剧烈到病房一看女孩不在，他打电话给俊雄，发现女孩哥哥也不在法院门口。他们猜女孩和哥哥肯定都在家。此时女孩的自杀指数高达99。这时女孩抓起了一把刀，正当她准备自杀的时候，剧烈他们赶到了，及时阻止了她的自杀行为。就在这时，俊雄也发现了女孩哥哥的自杀指数达到了94。剧烈让他和林代表去找哥哥，这边就交给我了。他们离开后，剧烈慢慢走了过来。原来女孩根本不想死，她想自杀的原因是身边的亲人不理解她，还指责一切都是她的错，连哥哥也说都是因为她回家晚造成的，这才是她想自杀的真正原因。剧烈知道后，展示了自己曾自杀的伤痕，告诉她自杀时觉得世界无爱可寻，但临死前发现还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事，但那时已经太晚了。他告诉女孩，你是受害者，不必害怕，应该害怕的是那些施暴者，没人有权责怪你，就连自己也不行，所以你得活下去。女孩终于放下了手，重的刀紧紧抱住了剧烈。有时候人在考虑自杀的时候，只差那么几句关心的话，可往往没人会说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施暴者在看着自己引起的新闻，还在那儿大笑。这时林代表用异能突然出现在家中，他最讨厌这种人了，因为他的妈妈就是被人侵害致死的。男人想打电话求救，林代表一把抢过手机，直接一拳过去。这时哥哥也冲了进来，原来他打算杀了那个男人后，自己也去自杀。林代表劝他不要沾血，说自己会处理这个人。俊雄也赶到了现场，推门进来的那一刻愣住了，只见林代表正拳打脚踢那男人，这么下去那人肯定会被打死。女孩的哥哥赶紧把俊雄推出门外，阻止俊雄让林代表杀了那人。俊雄明白他的想法，并告诉他消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你妹妹现在很需要你，你应该在她身边保护她，不要做出过激的报复行为。哥哥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这时那男人已经被打得站不起来了，就在他想动手的时候，俊雄阻止了他，告诉他作为阴间使者不能干预人间的事。巨炼突然出现，给了林代表一巴掌，让他冷静。林代表最后离开了，巨炼毫不犹豫地踢了那男人一脚，从此那男人再也没有后代。法庭上，巨炼化身成为检察官，帮那女孩赢得了正义。男人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。审判结束以后，在押送男人去监狱的路上，突然一个身影出现了，吓得司机急忙刹车。下车一看，周围却没人，他们决定往前走去查看。就在这时，车内的灯开始忽暗忽亮，突然死神蒲虫出现了。原来男人10分钟后会因心脏麻痹而死。对于这样的恶人，这死法太轻了。于是蒲虫用地狱之火点燃了车厢，让他经历地狱般的痛苦。火势迅速蔓延，男人痛苦地尖叫着。这个恶棍最终离开了人世。朴仲吉帅气地离开了现场。